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抗备疾患中心专辑的最终集，我们要来跟各位讲的是预防肌少症，可以同时的预防失智症。在抗备疾患中心，除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锻炼肌肉，然后呢增肌减脂之外呢，锻炼肌肉的同时，我们也用了电脑模组来帮助大家锻炼脑力。那我们来看到呢，2018年的这一篇研究报道呢，是由东京医学大学还有澳洲的墨尔本大学他们联合研究的他们采用了285位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他们的这个年龄大概就是82岁左右。那研究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呢，失智啊跟肌少啊真的很大的关系啊。特别呢，失智症不是只有阿兹海默症啊，它还有血管性失智症啊、路易斯巴迪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样。这一篇里面呢，发现呢，肌少症跟阿兹海默症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那在这一篇报道里面呢，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的患者啊，我们发现里面有相当大的比例就已经肌少症了。那我们也发现呢，在阿兹海默症早期的时候啊，它的肌少症呢是表现在肌力不足。最简单的肌力不足就是罐头打不开啦，这就叫肌力不足，这是最明显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在早期的这一群朋友们里面，我们也发现他们行走的速度啊就会比较慢，就是这个身体活动的表现就是比较差，没有办法呢有很好的运动技能啊，或者说有很好的运动执行力，走几步就没力了啊，跑几步就没力了，叫他划船啊他也划不动啊，叫他提东西他也提不动，身体活动表现也不好。要运用到肌肉的时候呢，单纯的走路他都没办法走得很快，要让他维持平衡他也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那到中期的时候呢，阿兹海默症的中期，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时候啊肌少症就转成是肌肉量真的不够了。早期还未必见得他的肌肉有消瘦啊，未必见得肌肉有缺乏，他就是比较没力了，肌力不够，功能不好。但是到中期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就真的是肌肉量就是下滑。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发现在这个阿兹海默症啊，它早期、中期、晚期啊，随着它的恶化呢，我们也发现他们里面的肌少症的这些行走速度啊、肌力啊、肌肉量啊，也是随着失智症的恶化，也是跟着越来越严重，蛮一致的。那再来我们看一篇比较新的一个研究报道，是202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刚发表的，就是研究这个肌少症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中国大陆的贡献真的很多，因为他们真是著作颇丰啊。这一篇的话特别是有代表性，因为它是全国代表性的世代研究，那它的研究对象将近2000位，追踪时间也很长，他从2011年到2018年，他追踪了这么久。他现在去看3件事情有没有相关，第一个就是肌少症，再来失智症的风险，再来认知功能的下降，这3者之间的相关性。肌少症不是只有肌肉减少才叫肌少症，肌力不足也叫肌少症，行走速度变慢也叫肌少症。失智症的风险呢，怎么评估呢？它采用的是 BDRM， 这个是鹿特丹研究里面的叫做基本痴呆危险模型，叫做 Basic Dementia Risk Model。但是我们这个 dementia 我们现在都不太能讲叫痴呆啊，我们现在要讲失智，因为痴呆是比较侮辱性的词，那现在是讲叫做失智症。那以后呢，我们连失智症可能也不要讲了，因为失智也感觉还是蛮derogative 侮辱性的言辞，所以现在在香港跟日本的话是叫做认知症，意思就是说提到了相关的是认知那个部分，但不要直接去评判他说你是失智。失智这2个字就已经明显的是有一个评判在那里了嘛，就是你失去了你的智力。然后再来的话是关于认知功能的评估，是用什么呢？是用类似像 MMSE 迷你量表，用4项功能下去判断。一个就是你的 orientation， 你对于人时地物搞不搞得清楚，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秋天，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几月啊？再来的话是你的注意力能不能够集中，再来的话是你能不能计算100减7再减7再减7。另外的话，你的情境记忆，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样重复一次，把一张纸放在地上再捡起来，然后换你也把一张纸放在地上再拿起来，你有没有情境记忆，能不能够重复这一件事情？用这4个方面，定向、注意力、计算力还有情境记忆这4方面来定义它目前的认知功能。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肌少症、失智症风险跟认知功能这3者之间的相关。这一篇报道里面发现2000多位追踪了7年的报道发现，肌少症跟失智症的风险非常的相关，特别是肌少症里面的肌肉量不足这一型跟失智症的风险特别密切相关。那当然了，肌少症也跟认知功能障碍也密切相关，但是相关性最高的是肌少症跟失智症的风险，这个是
相关最强的相关这样。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就可以发现，根据这篇研究的肌少症会让你提高失智症的危险性。你如果肌肉量少的话，失智的风险就更高。为什么肌少症跟失智症会有这么大的相关呢？是因为他们也共同的发病的原因都是体质上就是发炎啊 ，interleukin 6啊，白细胞介素第6型啊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啊，肿瘤坏死因子 alpha 这些发炎因子呢，在肌少症跟失智症呢都一样的看到，那他们都一样的有荷尔蒙不良的变化，然后一样的营养不好。营养不好也会造成失智哦。然后呢，可能蛋白质吃的不够，糖分吃的太多啊，这些问题都很像。再来就是骨骼肌，我们讲过肌肉会分泌肌肉激素嘛，在这个骨质疏松肌少症这一集有跟各位讲过，它分泌的 myokines 肌肉激素，它其实就在你的身体的血液里面呢，到处全身去。在你的血液里面循环，它到脑的时候，它其实呢，这个 myokines 会影响你的脑的运动功能啊，特别是大脑皮质啊这个部分啊，它会调节你的脑的运动功能，特别它会调节你脑里面这个突触，就是神经的这个末梢跟神经末梢这个突触，它们之间发放什么讯号来沟通啊？肌肉激素啊，可以影响，甚至还可以讲说我们的骨骼肌啊，它是我们分泌这个神经营养因子的最主要的来源。那就很可怕，你这个神经里面需要的这个营养因子其实是你的肌肉分泌的，那所以你的肌肉量下降的时候呢，你的肌肉激素分泌的少，那你的这个神经营养因子分泌的也少，那当然你的脑功能就不好。再加上肌少症会造成虚弱嘛，虚弱的时候，你就是呢，想要按一个按钮都按不下去啊，想要开一个开关都开不下去啊，写字也没有力啊，这些执行活动全部都会变差。所以呢，衰弱的这个情形呢，又跟你的这个脑皮质表现出来这个运动技巧，或者写字技巧，或者是这个执行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技巧有关。所以呢，虚弱又让你呢看起来好像脑力下降，就感觉呢你执行的都不好，控制的也不好，所以你就是生活品质不好的时候，你日常生活活动也都做得不好的时候，看起来让你好像是认知功能变差。那至于如果是肌少症同时合并有肥胖的时候呢，如果跟失智有关的话，就不是这个 myokines 肌肉激素这样的一个原因，它比较可能是营养的原因，因为它肥胖嘛，它可能糖分过多，它可能是蛋白质过少，这些也会造成你脑部的影响。因为我们也有讲过糖跟脑的影响嘛，这个要去看我们失智症介绍专辑啊，如何保护你自己的脑，如何爱你自己的脑，这个专辑里面会讲到这个糖分跟失智也有非常大的关系，特别糖分跟阿兹海默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肌少症合并又肥胖的时候呢，它对于脑的影响有可能是来自于营养。但是呢，如果肌少症没有合并肥胖的时候呢，对于脑的影响呢，就可能是我们刚刚讲这些发炎的问题啊、氧化压力的问题啊、荷尔蒙的问题、肌肉激素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跟各位介绍就是说呢，我们在锻炼肌力的同时呢，在这个设备上面呢，把这个锻炼脑力的功能啊一起把它合并，让你在同一个时间呢，你可以既预防肌少症，又尽量的帮助你看看能不能够呢，也达到预防失智症的这个效果。因为目前研究上显示，如果你可以预防肌少症的话呢，你就可以预防失智症。如果呢，你可以控制这个肌少症不要恶化这么快的话，你也可以控制你的认知功能不要恶化的那么快。好，今天就跟这个介绍到这里，欢迎呢来我们的康贝疾患中心参观，即将开幕，谢谢各位。